骑了一整天在赖之本高原上，晚上就住在赖之本高原的这个 Hotel， 就是很棒的一个饭店。然后它的卖点啊有露天温泉，以及你看我背后我们的窗景啊，直接是阿苏火山。阿苏火山呢是5个小山一个组合起来的连峰这样子，窗户就直接看得到，有够豪华。现在呢，我们去吃个早餐，享受一下，准备今天呢要往阿苏火山的方向骑过去。好了，一转眼我们就从赖之本高原已经下到阿苏这一区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在一个Michinoiki，就是他们的道路中间的那个休息室，就是我们台湾的休息站的概念。那这个休息站呢很棒，它有租车的服务，除了可以租单车以外呢，还有更衣室。但是早上起来呢，看到天气又觉得不骑实在太可惜了，毕竟都来到这一区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还是决定呢要来租一下。今天的车是e-bike，因为要上到阿苏火山呢是比较陡的一个路。那我们今天为了拍摄方便呢，就是借用这个马达跟电池的神力帮助琳达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也带了所有骑车需要用的东西，等一下呢就进更衣室去准备换装，走。今天呢 ，Linda 已经来到了，大家看到这支就知道是在熊本的范围内了。那我们今天要骑阿苏火山，超级期待。那我们今天的 guide 上是 Miyuki さん，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看起来非常的专业，我就放心了，因为我们今天呢是骑这个 e-mountain bike， 要从这个阿苏的 Michinoiki 就是休息站往上骑到火山口那边是16公里的缓坡，也许也有一点点陡坡，到底有多陡？因为日本人他们不太讲那个elevation gain， 就是他们不太讲总爬升，他们会讲高低差。可是高低差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用的一个资讯，因为只有海拔的高度嘛，你不知道中间有多陡，所以 Linda 等下实际去骑给大家看，就可以跟大家报告到底这段路会不会很困难这样子。那今天呢就非常期待，本来是下雨天，但是看起来是可以骑的，很期待呢阿苏火山上面的风景有多漂亮。我们准备走喽！哇！带我来到第一个景点，因为呢这边是海贼王的作者的故乡，所以呢这边就有这个 One Piece 的作者的小小的一个雕塑。喜欢海贼王的大家可以来这边朝圣一下。哈哈，太幸运了！刚日方跟我们说啊，平常开上去阿苏火山的那条路啊，汽车是要费用的通行费。可是呢，我们骑脚踏车完全不需要费用，又环保又美，就是骑车就对了啦。这个有马达真的是加5万分呢。我刚正觉得累的时候，发现我用 Eco Mode 就是最轻松的，结果换了个 Turbo， 现在就可以录影了，可以讲话了。讲话不会喘？不会，可以的。已经有一点点味道了，对啊，但不会到难闻，有点烧焦的感觉。啊，阿朵开才好，眼睛看到，但知道说这个大景可能相机是无法记录下来的。然后偏偏呢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国家公园里面又不能飞空拍，好可惜哦。每天都想飞，因为阿苏火山在2019年有喷发，所以呢还有一些很贫瘠的地方。但是因为现在是夏天，所以绿草也有长出来，所以这个景就是又有点荒凉，但是又有点生机，有点冲突的美感，我自己很喜欢，太享受了。看到头上有这个直升机，不能预约，他每天来到这边要现场排队，然后看天候的状况。所以呢，我们因为要拍摄的行程关系，我们今天就没有要体验的。但是光是用肉眼这样看也是非常美。但喜欢至高临下的朋友们，很推荐大家可以去预约这个游程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准备要爬到那个火山口。那其实我们靠近附近就一直都有闻到味道了。这边呢，要进去之前就有一个告示牌，很清楚的告诉你蓝色、绿色、黄色跟红色的灯分别代表什么意思。那这边也有告诉你说，这个空气品质啊，就是大概到黄色的时候，你就是要避难要下山的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非常好的状况蓝色，现在就准备去一清方泽火山真面目。避难好可爱，有点可爱的，我长得造型。而且它的那个阻挡的方向就是刚好是火山口的那一面。对耶，
对，所以如果真的万一不幸遇到事情，它真的喷发，就是马上跑来这边躲。2019年刚喷发，其实是很近的事情哦，哇，来喽！来了！我们今天啊，向导跟我们说，我们今天看得到是很幸运的，因为通常它里面还是有一些比较令人堪忧的气体，但今天因为是蓝灯，所以就完全可以进来，也可以看得到。因为如果危险的话，他们就会封闭，不让游客进来。那可以看到远远的地方，除了在冒烟以外啊，那个水就这样咕噜咕噜，有一点那个泡泡，有没有？可能要用大相机来拍得到了。这个应该掉下去就融化了。你只会增加白骨。好可怕，好，要不要靠近好了？I've been counting the days, don't need to find an escape, I'm doing better. I've been sleeping just fine, now that you're not in my mind. 哦，你好，你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来宣传这边的路线。Hello， 一起避难所看一下，毕竟在台湾没有看过。那刚刚有问我们的向导 Miyuki 桑啊，他说这个厚度啊，就是水泥是安全的，进去呢会发现里面很凉，然后它的方向是跟火山口是相反的，所以真的是会挡住。如果真的从那边喷发的话，熔岩不会影响到你。然后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啦，因为日本政府其实是控管的非常严格，就是每天阿苏火山这边都有相关的那个报告，就是如果真的危险有监测到火山运动的话，这边会整个封山，是游客进不来的。那这个呢，避难所是有点是备而不用的概念，这样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很厚的墙壁，但是哇，这个回音超级大，头有点晕。但是呢，这边有一箱就是避难的这个安全帽的物资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游客来这边其实也是不用太担心，只要当天的气象预报是可以的，大家就不用太紧张。我建议啊，所有公路车的朋友或是骑车的朋友来到这边啊，可以花大概留1个小时的时间，在火山口的这个步道这边慢慢看、慢慢玩，因为这边真的是非常的靠近。然后这个地景呢，在台湾目前虽然阳明山有这个感受，但是还是不太一样，这边区域是非常的辽阔。那可以看到我后面很开阔的这个景，就是刚刚我们一路骑上来的地方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阿苏已经起云了，我们把它拍完了。我们运气真的是这个不买乐透太可惜了。昨天100%降雨几率，然后今天早上竟然是蓝天白云，让我们拍完之后一下山马上就变成这个天气。天哪，我就是情男跟情侣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阿苏火山博物馆这边呢，就是万一真的是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呢，是很棒的一个备案，就是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火山它震动一下的感觉。其实我们住在台湾也有地震活动，但是应该没有感受过那种很实境的感受。今天就由我们的盖斗桑穆拉嘎尼桑，嗨，请他来带我们体验一下火山博物馆的魅力。It all started with a wink, an unassuming little thing that has led us here today. 好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示意的这一区啊，右手边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相机，其实呢就是在这个火山口的区域啊，蓝色的这个点，它就是架在实际的火山口这个画面。所以呢，这边的这个 live camera 就是你可以看到实境的状况，现在的火山口正在冒烟的样子。所以如果下雨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上去实际看这个景的话，来到火山博物馆也可以实际的感受那个火山口的画面。こともなく噴火が終わるか。それでは皆さんやってみましょう。哇！あー、実は真っ白になりませんでしたよね。なぜか。Fireworks that day in every way. 这个景真的很厉害。我们现在在火山博物馆的2楼，走出来看到这个展望，太美了吧！右手边呢还有一个很像天池的这个景，然后现在这个草原有很多人在做骑马的体验。趁着天气很好，Linda现在馬上就要溜下去了，希望可以再做一点更多的不同在阿苏当地限定的活动体验。 오늘도 지겨운 일과 일도 재미없어 난 벗어나고 싶어 정말 어떻게만 살아봤자 알아주는 사람 없잖아 나 휴식이 필요한 것 같아 지쳐버린 뭔가 마음을 잠시 我们现在要去骑马，要火速啊，因为等一下下雨就不能骑了。咻
现在摄影师用跑的，我也用跑的。它这边的费用呢是5分钟1500日币，一定要体验看看，因为这个大草原真的太美了，而且骑马我真的是也还没试过，太期待了。向导好厉害哦，他帮我们就是讲好了，等一下摄影可以在旁边拍，也太赞了吧！有在地 local 就是厉害。好，这边呢一个人骑是1500块日币，然后如果2个人就是带着小朋友的话是2500日币，然后它绕一圈就是它已经有既有的道路了，绕一圈就是大概5分钟左右，走吧。好不容易嗨，这个比登山车还要刺激，我觉得。这个稳定度，我的小伙伴，天哪，麻烦你了。好可爱哦！骑完了，谢谢我们的娜娜酱。嗨，娜娜酱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嗨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谢谢娜娜酱，可以跟你拍个照吗 On the street, I'm just smiling big at everybody. 2 more blocks and I'll be at your door. Overcome, brother, nothing keeps me melancholy. Spread my wings, so damn ready to soar. And there couldn't be a better taste after everything I faced. I send a little luck my way, send a little bright sun ray to hit my skin. Dream that I cannot erase, keep it in a little case. Oh. 没错，我们瞬间呢已经从阿苏火山这样一路滑下来了，然后现在来到了这个我们刚刚从山上俯瞰都是黄黄绿绿的稻田区，超级疗愈的。今天的这个行程呢，最后呢因为会回到市区。跑一些店，很棒的咖啡厅啊，或是 ice cream 的地方，所以呢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就不骑车了，就好好的享受这边的景点吧。那阿苏火山呢，它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。虽然坡度有点陡，但有在骑公路车的车友们绝对都没有问题。那如果对自己的脚力没有这么有自信的话，我觉得租 e-bike 也是很好的选择。这个景色真的是刚刚在山上介绍的时候啊，他们有说。整区呢，整个旧火山区连峰是南北20公里，然后左右东西是18公里。我们现在在这个稻田区，其实就是在旧火山连峰的中间的那一区，也在火山范围里头，所以就在它那个转一圈是120公里的范围里面，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哦，日本人对火山的想法真的是，火山喷发之后呢，它田地就会很富饶、很丰饶，所以可以看到他们在这边种田啊，产出的不管是米或是牛马羊都非常非常是当地的这个物产的概念。现在呢，话不多说，都已经运动完了，就是要吃饭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来享受这个火山带来的赠礼，来吃东西吧，走。Long nights get out of the city where the stars are shooting out. Long chairs and baskets full of sugar, no one hears us when we shout. Got a fire lit, let's smoke until we quit or till your parents find us out. But even if they do, we'll sneak up. 一走进这家店啊，就从刚刚那个很运动的感觉，心都有点沉静下来了。这家店非常的特殊，要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。Linda 现在在的地方呢，其实在明治时期，约莫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。它以前呢是学校，那这边呢就是女生的学校哦，所以可能是做一些裁缝啊、缝纫、家政相关的。所以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这些啊，这家咖啡厅里面在卖的东西，其实都跟女生喜欢的东西有关系。像这个就是织品。然后它这边的摆饰啊，也有一些就是以前的缝纫机都还留着，甚至是在收那些扣子啊、针线啊、一些小饰品的盒子，或者是在装布的那个柜子，其实都还有保留。那这栋建筑物也非常非常的古老，我们走在这个木头上面，其实都还有木头叽叽呱呱的那个声音，我觉得非常古色古香，很棒。那我自己也很喜欢，就是日本他们在保留这种历史建筑的感觉，不是说把它完全就是封印，让大家没有办法进去，而是把它活化，变成用咖啡厅的形式，大家可以跟这个建筑物持续的产生一些互动，我觉得是很感动的地方。那现在 Linda 的这个。哇，下午茶已经上来了，总是要吃一下的吧？开动！ I
饱喝足之后呢，刚刚那些完美景点都在阿苏市区，现在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饭店啊，要歇息一下了。因为呢，明天 Linda 就是临时呢有一个很棒的行程，因为都来到这一区了，9重连峰，每天看阿苏火山，每天看，没有爬山怎么可以？明天就要去爬那个9重连峰喽，看看我们的体力到底是有多旺盛，会不会明天呢整个爬完就没力了这样子？但是连骑3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，今天这个行程非常推荐给台湾车友，我觉得台湾车友一定会喜欢。我觉得在九州熊本这一区啊，真的是很棒，它大景非常的开阔，然后颜色很鲜明，但是又有层次，那个绿意是非常非常从青绿、翠绿、草地，然后到杉木林，很多层，非常非常的会令人惊叹，就是台湾比较看不到这么开阔的这个景色，再加上日本的驾驶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友善单车的车手，所以非常不用担心，就不会你在台湾那种被逼车的经验啊，或者是被按喇叭，在日本都不会发生。所以在这边骑车才会这么的舒服，再加上日本的各种欧米亚给土产食物，大家都非常的喜欢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在影片下方按喜欢、订阅 Linda Love Cycling。最后我们就在路上见喽，拜拜。